欢迎来到著名歌手频道，我很高兴您订阅并分享该频道。周杰伦剑桥偶遇，外形臃肿，皮肤下垂，戴假发太厚重遭狂吐槽。现如今的娱乐圈，许多都是有名但无作品，但往前再推10几年，可真的是神仙打架。演员们拿演技说话，歌手们拿实力讲话，华语才是最吊的。想必没有人不知道这句看起来又酷又拽的话出自谁之口。在韩流当道的年代，他的一句话改写了华语乐坛的历史，而他本人也成为了华语乐坛的顶流，用实力收获粉丝无数。即便是这已经是他出道的第24个年头，即便是发歌的速度早已没有年前时迅速，但只要一出新专辑，就会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天王的实力。江郎才尽是完全不存在的，他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无可替代。别说他的演唱会门票一票难求，能够见到他就够在朋友圈中吹捧一辈子。周杰伦游剑桥被偶遇，惨遭网友吐槽。只要身处娱乐圈，仿佛就会被无形的要求外貌精致、帅气、漂亮，仿佛是明星艺人必备的要素。只要稍有不满足的，就会被网友们拿出来疯狂吐槽。就在这几天，华语流行天王周杰伦就不幸成为了被吐槽的一员。之前只要网友晒出偶遇他的照片，必定会引起一片轩然大波，会惹得大批的粉丝和网友羡慕不已。但这一次却恰恰相反，忙碌了这么久，前几天又正好是元旦假期，周杰伦大概率是游玩去了。查看昆凌的 IP 地址，和网友们偶遇的地方一样，都是在英国。网络上也有网友抛出了在剑桥大学偶遇周杰伦的照片，但这一次网友却并不羡慕，反而都在吐槽周杰伦。甚至有比较犀利的网友表示，周杰伦的颜值真的是骤降，并且身材管理方面也是比较失败的。年轻时的他颇有日系少年的感觉，面部线条也是十分立朗，虽然不算浓眉大眼，但也是帅气逼人，别有一番味道，随性中带着拽拽的气息，与他的音乐一样，看似漫不经心，但处处暗藏玄机。但从如今被偶遇的生图来看，不光是身材走样变得臃肿不说，面部也有松弛的迹象，眼袋看起来跟眼睛差不多一样大。当然，让网友议论和吐槽最多的还是他的头发，看起来实在是太厚了，让网友们忍不住直呼假发片太厚。再加上他的穿搭，黑色的连帽卫衣配黑色的运动裤，然后备了一双颜色比较浅的板鞋，显得有些头重脚轻。但最令网友无法理解的是，他那件黑色底印着黄色大花画的夹克，这实在是与此前百变与特立独行、与众不同的他判若两人。也难怪会有网友表示，对于自己的偶像变成了叔叔这件事，是真的难以接受。甚至还有网友心中难以接受，认为周杰伦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形象。不过面对这些扑面而来的质疑与指责，周杰伦并没有打算回应的样子。也有比较理性的网友表示，尽管周杰伦这一次的颜值和衣品叫人大跌眼镜，但他的音乐作品以及为华语乐坛的做出的贡献是难以磨灭的。当然了，通过这一次的舆论，周杰伦也许会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形象，尤其是作为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人物，在形象管理方面更应该做出一个表率作用。流行天王周杰伦，华人之光，华语流行天王这些封号放在周杰伦身上，其实一点也不过分。毕竟在他还没带着 J 横空出道之前的那段时间，80、90的人们听的歌大多数都是从国外改编而来。甚至就在他出道之后的一段时间，华语乐坛都是被韩流席卷的。前有 EXO， 后有 BigBang， 说是华语乐坛，但实际上是韩流当道。
而改变这样局面的人就是周杰伦。他的一句“不要让韩流越来越嚣张，华流才是最吊的”，再加上他独具中国韵味的流行歌曲，就让韩流黯然失色。但他这一路走得并不容易。高中毕业的他不得不在餐厅打工。后来在妈妈叶惠美的鼓励下，他报名了超级新人王。在这次节目中，他得到了吴宗宪的赏识，被安排到了阿尔发音乐公司做音乐助理。1998年，他的《眼泪之道》以及《双节棍忍者》都惨遭当时的音乐大咖退回。就在他怀疑自己甚至即将被放弃时，他迎来了自己发专辑的机会，但前提却是10天内要交出50首歌，并且还要能让人挑出10首来。这个在别人看来不可能的任务，周杰伦做到了，而这首专辑也正是他人生的首张个人专辑 J。也正是这支融合了 R&B 以及嘻哈等多种元素的专辑，让他一鸣惊人，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。当然，这支专辑中的几首单曲更是让他横扫各大奖项，周杰伦这3个字开始火遍大江南北。此后的几年，他基本上都是保持着每年1部专辑，即便是这样的频率，在质量方面也都是无可挑剔的，各种音乐元素融合在一起，令人意想不到。歌词方面则是天马行空中带着独特的含义，即便是中国元素他也都加入其中，真正做到了华流才是最吊的。当然，他的大火也伴随着一些质疑，在吐字方面就是公认的不看歌词不知道他唱的到底是什么，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华语乐坛的实力，甚至也有网友模拟出了吐字清晰的版本，却发现和原版总是差点意思，这让原本饱受诟病的地方也成为了他的特色。可从2017年开始，周杰伦出专辑的速度明显下降，新歌也像是挤牙膏一样，这让很多等着看笑话的人直呼他江郎才尽。但事实上，每次被传江郎才尽时，他发表的新专辑都是遭到疯抢，即便是一首收费的新歌，都会掀起轩然大波，在热搜上挂1-2天也都是常有的事。江郎才尽似乎永远都轮不到周杰伦，即便这几年周杰伦的脚步已然是放得很慢了，但仍旧是没能出现追上他的后辈。而他的歌，纵使是过去了10几年，也依旧是经久不衰，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周杰伦领先华语乐坛20年，并非是网友们说说而已。对此，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。